自从开战至今，俄军在18个月内光自家人呢就摔了13架战机，如此高的衰机频率显然和飞机本身机龄有关。要知道，俄空天军当前的飞机有一大部分都是继承苏联的，到现在基本上也都是濒临退役的年纪。在没有新机入列的情况下，俄空天军的这群老飞机还能挺多久？在过去的18个月里，俄罗斯空天军遭遇了频繁的意外事故，摔毁了13架主力战机，飞行员也有不少遇难。注意，这还只是自己摔的，没有算上被乌克兰击落的。据了解，俄军摔的这些飞机种类十分均匀，米格31、苏25、苏34、苏30 SM 主力几款战机是一个没落下，只有最新装备的苏35S 避免了厄运。这个数字显然是不正常的。此外，在这些事故当中呢，一共有8名遇难的机组人员，全部出自苏30 SM 和苏25，特别是2架苏30 SM 坠毁，造成了4名飞行员丧生，无一生还。这就让人十分疑惑了。毕竟苏30 SM 和苏25都搭载了号称安全度奇高的 K36 弹射座椅，这款座椅呢，在米格31和苏34身上的表现也确实不差。那怎么到了苏30 SM 和苏25这儿就不行了呢？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呢是，战前苏30 SM 和苏25的低空作战训练并不受重视，飞行员缺乏相关经验。战争开启后呢，因为现实需要启动了相关训练科目，经验缺乏造成了惨重的人员损失。毕竟低空弹射向来都是高风险操作。而除此之外呢，大兵还发现，在摔的这些战机中，米格31和苏25的损失数量要是显著高于另外2者。这俩呢也都是苏联时代生产的，近年来因为重新找到定位而焕发生机的典型，但超长的服役时间和几乎没有的后勤保障，使得这些旧战机的保养并不理想。平时训练时还可以想办法挤一挤，到战争年代就很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现在俄军面对异常高烈度现代化战争，对战机的出动率、保障水平是巨大考验。毕竟，俄军当前使用的大部分战机的机体寿命普遍也就3000个小时，就按照每年飞100个小时来算，这些战机呢最多也只能撑30年。另外多说一句，发动机也好，飞机也罢，使用寿命与后勤管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除工业水平外，俄罗斯飞机普遍寿命短，还与地勤管理水平差有关。俄罗斯飞机使用寿命是设定使用寿命，因为俄罗斯地勤管理能力差，飞机设计时就设定好了使用周期，到了期限就整个部件更换。当然，实际上这些部件呢，有可能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而美国的战机呢，则是视情维护，到了全面保养时，地勤人员会评估整架飞机的使用寿命，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飞机寿命指标。总结下来就是因为维护水平太差，所以呢，俄罗斯战机使用寿命较短。但俄空天军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普京一直希望其能够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那些较为老旧的战机却根本经不起这场俄乌战争的摧残。在飞行任务中，这些故障可能会导致战机失去控制，从而引发意外事故。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21年，波兰人就认为俄罗斯的空中力量即将走向崩溃了。当然，波兰人如此评价俄罗斯空军，绝非是简单的恶意攻讦，还是罗列了很多数据的，证明自己的结论。根据波兰人的统计，2021年俄罗斯空天军数量虽然排名世界第2，但这些飞机呢，大多数是苏联时期建造的。这就意味着，俄空天军虽然保持着庞大的规模，但很多飞机的机体寿命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且以俄罗斯的财政，也很难对这些飞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我们就以米格29为例，截至2010年，俄罗斯空军在役的米格29约230架，库存220余架。即便是普京还在2009到2020年间启动了新的建造计划和现代化改造程序，可截止目前，俄罗斯仅仅获得了74架新的米格29，其中24架是属于海军的舰载机，另外50架属于陆基战机，剩余的200余架米格29很可能将彻底被抛弃。而至于那号称是米格29替代者的米格35战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也就生产了14架，其中一部分还被用于飞行表演了。
与米格29面临相同问题的是米格31截击机。目前俄罗斯所拥有的米格31，除了少量的升级为米格31BM 或者拥有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K 外，大多数已经服役30余年。就是最年轻的一架呢，也是1994年时交付的，距今也有27年的时间了。虽然俄罗斯多次宣称未来将以新研制的 PAK-DP 米格41作为最新的截击机，但到目前为止，这款型号呢依然还是个 PPT。所以，俄罗斯空天军拥有的300多架米格31，还有多少架能够继续翱翔呢？相对而言，俄罗斯的重型战斗机目前的状态还算是乐观。虽然苏27重型战斗机是苏联时代的遗产，其中的130架呢已经面临被淘汰的局面，但是这些年来，俄罗斯已经为重型战斗机进行了一定的补血工作。截止到2020年，俄罗斯空天军已经补充了134架苏30多用途战斗机，98架苏35多用途战斗机，新型战机的数量达到了232架，再加上进行过现代化改造的22架苏27，俄罗斯重型战斗机的规模达到了254架。虽然比之前缩水了不少，但在综合作战能力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如果俄罗斯订购的78架苏57战斗机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俄罗斯在重型战斗机方面的作战能力将会比之前有着巨大的提升。除此之外，俄罗斯的战轰机同样也维持着一个相对较好的状态。虽然苏24已经逐渐落后，但是从了2003年开始，俄军就已经开始对苏24进行现代化改进，加装新型无线电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数字计算机系统和帮助飞行员调整飞行状态的指示器。经过这次改进，苏24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也提升了不少。同时，俄罗斯还改进了苏25的对地攻击能力，制造出了全新的苏25 SM3。这款飞机呢，加装了 SOLT-25 现代化光电瞄准装置和维捷布斯克25自卫系统。只不过，俄罗斯目前对精确制导武器缺口非常大，并不能完整的发挥这些战斗机的实力。如此来看，俄罗斯空中力量由于米格29、米格31、苏27、苏24和苏25等战机的老化，在数量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缺口，其整体作战能力虽说小有提升，但精确制导弹药却一直死死地将其限制住了。再加上战争会加速飞机老化，未来俄罗斯空天军还能留下多少飞机，还真不好说。即便是普京特地的保留了一些状态良好的战机和 F-16打擂台，但其雷达和弹药的弱点只会让俄军输得更难看。而且随着俄乌战争的开打，各国制裁的到来，俄罗斯如果不解决好产能问题以及战机的稳定性问题，其问题只会更加严重。要知道，此前俄罗斯用了多年的时间，只补充了300余架，平均每年补充的数量仅为10余架，这样的速度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而言呢，还是太慢了。而且在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俄罗斯空中力量的损失程度也创造了惊人的记录。要知道，曾经的苏联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其完善的战略空中力量整体略次于美国，但在一些领域呢也略有领先，有很多明星武器。而继承大部分苏联遗产的俄国空天军，即使没办法达到美国同期的水平，也不至于被一场俄乌战争搞得这么惨吧？的确，缺乏足够的精确制导武器，会让苏34、苏25攻击机近距离扔无制导炸弹，导致有很大概率被军的便携防空导弹打下来。但实际上，美国人在海湾战争之后的战争里，无制导弹药使用量也非常的多。美国人经常使用 F-15扔铁炸弹，但美国却打出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呢，是俄美之间战争思维的差异。俄国空中力量最大的问题呢，是严重缺乏现代空中协同作战能力，其战斗逻辑甚至还停留在二战时期。在二战时代，空中协同作战就是轰炸机炸地面目标，战斗机伴随护航，其主要面对的对手呢，就是对方的战斗机。而当时战斗机的攻击都靠着机炮，距离很近，在100米之内，因此你的战斗机只要能和你自家轰炸机保持目视接触，伴飞就可以协同作战了。再有无线电作为引导和沟通，飞机速度也不快，完全能协同作战。到了新时代，飞机从螺旋桨变成了喷气式，空中作战从目视交战变成了超视距交战，空战的规模也从原来的战斗机变成了以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地空导弹战斗机多位一体的防空力量。
而俄罗斯呢，由于其电子工业的落后，导致该国的空军在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方面有着致命的缺陷。虽然俄军很早就开始发展空中预警机，而且装备数量很少，并且大都是比较落后。俄国现在能用的固定翼预警机为 A50， 这也是苏联时代的老玩意儿了。与美国战斗机早早实现了座舱现代化，和机载显示器大屏相比，俄军战机在这方面始终是比较落后。A50i 操作站的显示器很长时间都是老式的球面显示器，整体操作台也显示着浓浓的复古风。同时，还是由于相对落后的电子工业的影响， A50 机载设备相对很大很重，导致 A50 预警机在实际起飞时是不能完全加满燃油的，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飞机超重。不过在进行现代化升级后的 A50U 倒是有所改观，它的起飞重量超过了200吨，配备了新的雄风预警指挥系统，提高了对空中低慢小目标的探测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同时把自身机载预警雷达对战斗机一类的空中目标的最大发现距离提高到了300公里以上，而且把能够同时跟踪的空中目标个数增加到了200到300个。此外，该机还能为30批战斗机提供空战时必须的目标引导服务，并且还能通过降低雷达等系统的重量，改善空中受油能力，以及为机上操作员的工作站安装液晶显示屏等方式，增强了该机在载油量、航程以及人机功效环境等方面的水平。仅一架 A50U 预警机就可以搜索800公里的距离，作战范围可以达到7500公里。因此 A50U 部署在白俄罗斯，不仅能够扫描整个乌克兰，还可以将整个欧洲东部都纳入到监控范围之内。不过从现实作战来看呢， A50 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乌军空军的小规模出击和无人机的偷袭一直都在持续，这可能和 A50 本身的性能和数量少有直接关系。俄罗斯电子工业落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也是俄罗斯想要开发 A100 预警机的目的。据称呢，俄军总共只有9架 A50 系列预警机，其中只有6架是经过现代化改进的 A50U， 所有的 A50 预警机全部配属俄空天军第144预警集团，该团共拥有6架 A50U。 至于说比 A50U 更老式的 A50M， 此前有消息称已经全部退役了，也有传闻称俄军以封存状态保留了3架 A50M， 但只是作为为 A50U 充当器官捐献者，只是将零部件拆卸下来供 A50U 使用。也就是说，对于今天的俄罗斯空天军来说，有且仅有的6架 A50U 是其唯一的现役预警机力量了。在使用时还需要注意， A50 根据任务路径不同，滞空时间呢在4到7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想要保持24小时不间断的战场监视，那么俄罗斯空天军至少要维持4架 A50 的持续运作。一旦低于这个数字，那么乌克兰空中单位就可以很轻易地利用这个空当进行有效的突袭。2架预警机的差别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指挥体系。美国人把预警机当作空中指挥中心用，而俄国人只能把预警机当预警雷达用。至于那传说中的 A100 预警机，在战争结束前恐怕是看不见这家伙了。另外，俄国的电子战飞机数量也严重不足。目前俄国人能用的电子战飞机是米8 MTPR 直升机，没错，是直升机，而且就这玩意儿还只有不到20架，用的设备也很落后了，是根据70年代 Smart 电子战系统改进的，这速度、航程、飞行高度完全没法和固定翼飞机协同。这2种飞机的缺陷呢，极大地影响着俄空天军的作战能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能够每天组织出来飞机袭击乌克兰，其实表现已经算可以的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